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Grayson。你是不是还在烦恼，你的每一部影片都只能获得很少的观看量？你的频道每隔2-3天才会增加一个订阅人数，你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你不知道应该如何提高。其实这很大程度上跟 YouTube 算法有关系，所以今天的这期影片，我会和大家具体讲解 YouTube 的算法，我们如何理解、学习以及运用 YouTube 算法来帮助我们的频道获得更多的订阅者，获得更多的影片观看量。如果你的频道成长缓慢，这期影片一定会对你有帮助。首先，大家一定会好奇什么是 YouTube 算法。YouTube 算法就是 YouTube 控制这个平台的演算模式，例如观众在搜索关键词之后会显示出哪些影片，哪些影片会出现在搜索排名前列，哪些频道会获得更多的推荐量，哪些影片会出现在推荐首页。所有在 YouTube 这个平台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由 YouTube 算法控制的。正是因为 YouTube 算法控制着 YouTube 这个平台，所以如果你能够知道如何理解、如何运用 YouTube 算法，那么你就能够根据它的喜好、根据它的特点来帮助你的影片获得更多的观看量，来帮助你的频道获得更多的订阅者，从而让你的频道快速的成长。接下来大家要理解的是 YouTube 算法的目标是什么，也就是说 YouTube 希望算法能够做到什么。YouTube 希望算法能够提供给观众最佳的影片，从而让观众待在这个平台上更长的时间。当观众在 YouTube 上看更多影片的时候， YouTube 就能够赚更多的钱。所以 YouTube 算法的第一目标就是让观众待在这个平台上越久越好。YouTube 算法控制着 YouTube 这平台上的6大元素：搜索栏、推荐影片、推荐首页、通知、订阅内容、时下流行。当我们知道 YouTube 算法控制着这个平台，并且它控制着这6大元素，如果我们能够理解 YouTube 算法的运行模式，让它为我们服务，让它把我们的影片推荐到这6大元素上，我们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影片观看量，获得更多的订阅者。那么 YouTube 算法如何挑选影片来推荐给观众呢？在2012年 YouTube 对算法做出了巨大改革， YouTube 完全改变了算法的运行机制。在此之前， YouTube 判定是否要推荐一部影片的唯一标准是影片的观看量。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是一个大频道，你的影片有几十万、几百万的观看，那么 YouTube 就会不断的推荐你的影片给更多的观众。如果你是一个小频道，你的影片观看量非常少，那么你的影片想要被 YouTube 推荐的几率就非常小。所以在2012年算法得到革新之后， YouTube 推荐影片的机制也受到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判定影片的好坏不再是遵从于影片的观看量， YouTube 算法会根据一部影片的观众互动率和观众粘度来判断这部影片的表现，从而决定是否要推荐这部影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部几千观看量的影片能够排在几十万观看量的影片之前。因为 YouTube 算法不仅仅看重影片的观看量，它更看重的是影片的互动率和观众粘度。所以大家不必担心自己的影片没有足够的观看量而出现在搜索排名前列。如果你的影片有好的互动率和好的观众粘度，你的影片也能够排在那些几十万观看量影片之前。同样的道理，在推荐首页上，我们不仅能够看到那些几万、几十万观看量的影片，我们同时也能够看到那些几百、几千观看量的影片，因为这些影片是根据观众互动来决定的。这对于我们小频道非常有利，这让我们有机会利用 YouTube 算法来增加我们频道的曝光度，让更多人发现我们的频道。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有人制作出了爆款影片，那么爆款影片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在你发布影片之后的2个小时内，你的影片就进入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 YouTube 会监测你影片的表现，例如你的影片互动率如何，观众是否有和你的影片互动，是否有点赞评论，观众看了多久时间你的影片，观众是否看了30秒就离开了你的影片。在经历了这2个小时关键时期之后，如果你的影片能够获得很好的观众互动和很好的观众粘度， YouTube 算法就会把你的影片推荐给更大范围的观众。相反，如果影片表现一般，那么 YouTube 推荐量就会保持原样，不会推荐给更多的观众。一旦 YouTube 决定推荐你的影片，你的影片就会出现在更多的观众的推荐首页、推荐影片栏。因为 YouTube 知道观众喜爱看这部影片， YouTube 算法的目的就是让观众待在这个平台上越久越好，所以他想要推荐更多观众喜爱的影片。那么接下来就等于你的影片进入到了一个更大的流量池里。
例如这个流量池里面有2000个观众，如果你影片继续保持优异的表现，有很好的互动率和观众粘度，那么 YouTube 算法就会把你推荐到更大的流量池里，这一次可能是5000个观众。如果你的影片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趋势，那么 YouTube 算法就会继续把你的影片推荐给更大一级的观众流量池。如果这一次你的影片表现不够好，那么 YouTube 就会停止把你的影片推荐给下一级流量池，你的影片会继续留在这个5000人的流量池里。所以影片获得推荐的2个重要因素是影片互动率和观众粘度。如果这2样都做到不错的表现，就意味着会被 YouTube 推荐。那么这个时候应该会有很多人好奇，多少的观众粘度才算是不错的表现？影片达到多少观众粘度才会被 YouTube 推荐？70%、60%还是50%、40%？我也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最佳的观众粘度值，资料显示是60%到70%之间。同时也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大部分人认为40%到50%算是不错的数值，并且这个数值大部分人可以达到。根据我频道的经验，我认为观众粘度在40%到50%之间算是一个不错的标准。我的几部被推荐的影片，观众粘度都在这个区间里，所以大家可以参照这个标准，尽量让自己的影片观众粘度达到40%以上，同时再配合上影片与观众的互动、点赞和评论，让 YouTube 算法推荐给更多的观众。我们还要注意影片的搜索排名，这基于2大因素。首先，第一个因素就是影片的元数据，也就是关键词要分布在影片的标题、描述栏、标签等等地方。例如，观众搜索如何制作 YouTube 缩图，如果一部影片能够包含所有关于如何制作 YouTube 缩图的元数据，那么这部影片就更容易被观众搜索到。这就涉及到了 YouTube SEO。如果大家想学习如何做好影片的 SEO， 可以去参考一下我的这部影片，在这部影片里有非常详细的讲解。第二个因素就是影片的互动率和观众粘度。通常当我们搜索某些关键词时， YouTube 推荐的影片都具备这2个因素。这些影片都包含了我们要搜索的关键词，同时这些影片都具备了高的互动率和高的观众粘度，也就是说有很多的点赞和评论。例如一部2000观看量的影片，观众积极参与互动、点赞和评论，并且观众粘度达到了50%以上，那么就给 YouTube 算法一个积极的信号，观众喜爱看这部影片，就会推荐给更多的观众，同时也会让这部影片出现在搜索排名前列。所以理解 YouTube 算法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对于小频道。如果你想要让 YouTube 算法帮助推荐你的影片，你就必须第一，知道 YouTube 算法是如何运行的；第二，理解 YouTube 算法的目的是什么；第三，知道 YouTube 算法是如何挑荐推荐影片的；第四，如何让我们的影片迎合 YouTube 推荐算法的机制；第五，保持影片在受到推荐之后仍然保持继续增长的趋势。希望这期影片能够帮助到大家理解 YouTube 算法。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这期影片对你们有帮助，别忘了为我点个赞，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每周分享关于 YouTube 的内容。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